欢迎来到智慧星球，智慧值得传播。祝您听书愉快。本期我要为你分享的这本书叫做《巴拉巴西成功定律》。特别提醒啊，这本书不是成功学，而是一项研究成功的科学。成功啊，一直是一个被经常提起却又特别模糊的话题。一说起成功，我们能联想到的原因太多了，比如说努力、运气、天赋等等。但是这本书所研究的不是成功的个案，而是通过大量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来考察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什么叫做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呢？作者在书中将它定义为我们从所属社群中争取来的回报。比如说你是一位作家，你觉得自己写的书不错，有思想也有深度，但是它的销量却很差，那这不叫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你的书能够成为热卖的畅销书，拥有大量的粉丝，优秀作家的身份被社会认可，通过它还能获得不菲的收入，这才叫做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就是说呀，这本书所研究的成功不是由个人来定义的，而是由整个社会来定义的。说到这儿啊，咱们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一个问题，这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背后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真的可以用一种科学的手段来测量吗？答案是真的可以。先来看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书名中提到的巴拉巴西。他本身呢，就是一位研究社会网络的顶级专家，是美国圣母大学的特聘教授，美国东北大学复杂网络研究中心的教授。他的另外2部作品《爆发》《链接》每天听本书栏目也解读过。巴拉巴西的团队非常细致地收集了包括艺术、学术、体育、商业等各个领域中有关成功的数据，然后在一个更大的尺度上去分析它们。比如说，他们统计了有史以来已经发表过的所有论文，追踪调查1个多世纪以来所有学者的学术生涯。他们还统计了美国所有图书每星期的销量，分析每一本书是靠什么成为畅销书，取得商业上的成功的。他还获得了全球画廊和博物馆的展出信息，来考察当代艺术家的成长历程等等。通过这些数据的分析，作者发现啊，有些成功的模式的确具有普适性，成功确实有定律可循。那接下来呢，我将分成3部分为你分享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说说个人能力和成功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同样都是高手，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享誉盛名，而有的人却默默无闻？第二部分呢，我们会重点讨论一个问题，一个人的成功到底能不能预测？是什么决定了未来的成功？第3部分说的是，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一个团队、一个集体的成功？为什么多数情况下，团队成功需要多样性，但功劳往往却归于一人？好，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个人能力和成功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首先啊，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我们平时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很大程度上啊，都是在提高自己的能力。大多数人都相信，能力越强就越成功。但是，真的是这样吗？能力表现对一个人的成功是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先来看一个书中的例子。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中有位叫冯·里希特霍芬的飞行员，他的战斗能力极强，在3年的飞行生涯中，一共击落了80架敌机。按照官方统计，这比1战中任何其他王牌飞行员击落的飞机都要多。但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还不是他耀眼的战绩。对于普通飞行员来说呀，都会在执行任务时尽量的隐蔽，最好做到敌在明处我在暗处，以便最大限度的提高自己的生存几率。但是呢，这位冯·里希特霍芬却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把自己的飞机涂成了耀眼的大红色，每当飞机掠过天空，都会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不但自己人能够一眼认出，敌人看的也是一清二楚。由此，他获得了一个响亮的绰号——红色男爵。红色男爵称霸战场的故事流传了1个多世纪，而且范围远远不止于德国。以他为主题的书有30多本，他的人物形象曾经出现在好莱坞电影、连环画和纪录片中，他的名字从战争爱好者的书架上一直延伸到杂货店的冷冻柜上。如果你在国外啊，甚至可以一边玩着红色男爵飞行模拟器，一边吃着红色男爵牌冷冻披萨，就是这么有名。
乍一听啊，你可能觉得红色男爵的例子不是正好证实了那个普遍的假设，强大的能力会带来成功。如果你像红色男爵一样，完美地执行了飞行任务，完成了引人注目的空中特技，准确击中目标，那么你的能力表现在你从事的领域内就是最佳的，你就因此会被人记住，被远隔重洋的世人尊敬好几个世纪。从小学开始啊，我们就被教导，让我们崭露头角的最佳策略就是努力获得完美的能力表现。我们所崇拜的榜样呢，那些有名的运动员、作家、科学家和企业家们，他们的成功好像都遵循着同样的规律。但是你知道吗？还有很多能力表现一样出色的人，你却连听都没听过。比如说雷内·方克。方克是谁啊？他是一战时期一名法国的飞行员。相比于红色男爵，方克的战斗力更强。红色男爵曾经输掉过3场战斗，最后一场还要了他的命，而方克呢，和他的飞机从来没有被敌人的炮火伤及分毫。红色男爵的战术是在高空对着敌机疯狂扫射，靠着疯狂的进攻压制敌人，而方克击落一架敌机很少超过5发炮弹，由他操纵的飞机像一只蝴蝶，在快速躲避捕食者时灵巧地上下翻飞。可以说呀，无论是战绩还是驾驶技术，方克的能力都在红色男爵之上，至少是旗鼓相当。但是我们对方克的了解仅仅限于一本很难找到的自传，以及散落在各处的寥寥几笔描述，他被时代遗忘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说能力表现决定一个人是否成功，为什么同样是王牌飞行员，一个可以被后世铭记，而另一个却淹没在历史中呢？通过大量的数据整理和分析，巴拉巴西教授得出了一个结论：你的成功不是由你来决定的，而是由我们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呀，你的成功不取决于你的能力表现，而是取决于社会，以及社会如何看待你的能力表现。对于成功的这个定义是这本书关于成功的基本前提和起点。红色男爵的成功更多在于他所处的网络，在于战争期间发生的政治和社会事件，而不是他击落了多少飞机。很多人能够记住他，是因为他曾经对德国宣传战争机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名声取决于那些想要拼命创造一个英雄来激发集体精神的人。是公众对于这位红色男爵的表现做出了反应，创造出了一个关于他的神话。他所处的网络发现他很有用，所以选择去放大他。到目前为止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能力表现很重要，它决定了你是否能够成为一个领域内的高手。但是呢，它又不是决定你能否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决定你是否能够取得成功，更多是社会网络在起作用。当然了，单凭一个红色男爵的例子，想要支撑这个观点还远远不够。我们还是来看看作者都做出了哪些研究，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先来看体育领域，在体育界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巴拉巴西的团队花了2年的时间来研究网球领域球员竞技水平和我们所定义的成功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研究团队汇集了2008年到2015年年间每位网球选手的成绩，记录了每位球员所有的胜负场次，包括每一次比赛获得的积分。最终他们发现，球员的成绩越好，有关该球员的维基百科点击量就越多，越受公众欢迎。而且战绩的好坏几乎是决定受欢迎程度的唯一因素。也就是说，在网球领域，你的成绩越好，就越接近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这个研究结果告诉我们，网球运动的成功取决于唯一的因素：强大的个人能力。至少是在球场上，苦练才有回报，这条准则千真万确。如果你是一名运动员，想要取得成功，就需要让你的运动技能日臻完美。同样的，如果没有坚实的法律知识，你不会成为一名成功的律师。如果缺乏结构工程学的深厚基础，你也无法成为一名成功的工程师。强大的能力表现的确在驱动成功。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切换到另一个领域，如果你是一位艺术家，成功可不只是能力强这么简单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艺术家的成绩无法像体育比赛的胜负那样统计和测量。我们可以靠统计大量的比赛胜负去衡量一位运动员的能力，因为你的能力越强，赢得比赛的几率就越大，这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靠什么去衡量艺术家的成绩呢？判断一件作品的好坏是很主观的事情，可能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这种情况下，艺术家又是凭借着什么成功的呢？巴拉巴西团队收集到了1980年到2016年全世界50万名艺术家的创作经历，数据包含14000多家美术馆、近8000家博物馆在35年内举办的上万次展览的详细资料，以及同一时期在拍卖行出售的近300万件艺术品的信息。他们发现艺术家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下面几条因素，而这些因素都与社会网络有关。第一，如果你想成为一名成功的艺术家，你的作品需要在艺术界最有影响力的美术馆和博物馆展出，比如像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古根海姆博物馆、纽约高古轩画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等。一旦你的作品在上述任何一家展出，那你就如同跨上了成功的旋转木马，你的作品注定会畅销，价格会直线上升。第二，这些一流的美术馆和展览馆，他们在内部频繁链接，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网络。如果你与其中的任何一家合作，那么另一家同样也会为你打开大门。但是如果你的作品一开始是在这个网络之外的小型展览馆展出，那很不幸，在很大几率上，你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只能辗转于这些小馆，再难进入世界一流的艺术网络。第三，一旦你成功了，所有与你成功有关的利益方都会竭力让你的成功延续下去。比如说如果有人花了100万买下你的作品，无论是这位收藏家还是美术馆，都会极力让这幅画不断升值，因为这符合你们所有人的利益。你看，在艺术领域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能否进入顶级的职业网络。由此，作者告诉我们，在某些领域中，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像是成功要靠一步步艰难的积累，似乎是不管用了。如果所有专业领域的成绩都能像网球一样被测量，那这种观念依然奏效。但是，如果我们无法证明在自己的领域中是最优秀的，那对你来说最有利的办法，可能就是让自己进入那个已经形成的职业网络。以上就是我要讲的第一部分，巴拉巴西团队得出的成功第一定律。如果能力表现可以测量，能力表现驱动成功，但当能力无法测量时，社会网络驱动成功。其实，职业网球联赛和艺术是两个很极端的例子，一个是能力可以被精确测量，另一个则是视觉艺术，能力无法测量。但是多数职业都处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如果你是一位律师、一位推销员、一位教师，或者是一位投资银行家，成绩和网络都很重要，只是在各自的领域，他们的重要程度会有所不同。归根结底，在自己领域内取得优秀的成绩是成功的基础。如果没有好的成绩，成功无从谈起。一旦你拥有了好成绩，想要在众多高手内脱颖而出，社会网络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一个人的能力和成绩是有限的，但是网络带给你的成功却可以是无限的。看看那些超级明星就知道了，获得最多回报的不一定是这个领域内实力最强的人，但很大程度上却是最有名望的人。一个明星作家出的书，很大几率上会成为畅销书，但一名新人作家，多数情况下则会被无情碾压。说到这儿你可能会问，那如果我不是超级明星，只是行业里初出茅庐的新手，是否还有机会一举成功呢？又或者说，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对未来的成功起作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经过研究，巴拉巴西团队发现，能够影响未来成功的因素有2个，分别是初始的成功和社会适应度。好，我们一个个来说。先看初始的成功。在一个项目诞生的最初阶段，能否优先得到广泛的认可至关重要。大量的数据表明，那些一问世就获得好评的作品，相比于开始默默无闻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成功的比例要大很多。所以第一印象很重要。如果你是在一个领域内初出茅庐的新人，如果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行业内的好评，将会大大的提高成功的概率。作者在书中提到了这么一个例子，英国畅销书作家罗杰·埃洛里刚刚出版了一本新的小说，名字叫《默默的我相信天使》。这本书刚刚出版没多久，就有一位叫琼斯的用户在亚马逊网站上写了书评，书评是这么写的：
我真的不需要再对这本书的情节再多说些什么了。书里边有些段落和章节会让我情不自禁地停下来，跟随作者，时而心惊胆战，时而陷入沉思。你得读上2、3次才能真正欣赏到语言的深邃，真是一本了不起的书。这对于一本新书来说呀，是相当高的评价，而且是第一篇评论。这种初始的肯定对小说未来的成功有很大的帮助。在人们还没有读到小说的时候，这位叫琼斯的用户已经在告诉其他读者，这是一本好书，你也应该来读。而现在呢，这本新书在全世界已经连续出售了100万册以上，成为了埃洛里最成功的一本书。听到这儿啊，如果故事是埃洛里靠着最早的一篇书评，在第一时间内取得了优势，为后面的成功奠定了基础，那这就太简单了，也不足以具备很好的说服力来证明初始成功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位叫做琼斯的用户和作家埃洛里是同一个人呢？没错，琼斯就是埃洛里的一个笔名，一个他用来赞美自己作品、贬损竞争者的名字。其实啊，这种伎俩不仅仅是埃洛里一个人在用，它普遍存在于各个行业，还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来描绘这种道德上的不正当行为，那就是马甲。马甲真的有效吗？当我们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从在网上买一件衣服到入住宾馆酒店，我们都会下意识地看看评论，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套系统是准确、公正和可靠的。但是马甲这种行为对此提出了质疑，靠操纵最初的评价系统，真的能够大幅度提高一本书的成功率吗？专门有科学家为此做了实验来考察这种现象。这位科学家啊，操控了一个大众新闻综合网站中评论的上行票和下行票。如果你给一条评论投了上行票，那就说明你认为这条评论很有用或者富有远见。如果你给一条评论投了下行票，那就说明你觉得这条评论很多余，没有价值。研究结果发现，如果在最开始的时候连续给一条评论投出上行票，毫无疑问，这条评论随后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实验的确表明，初始的成功很重要，成功能够自我繁殖，初始的成功是影响未来能否成功的第一个因素。但是啊，作者也在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夸大了最开始成功的价值，它很重要，但绝对不是决定你能够一直成功下去的唯一因素。我们还是就上面提到的实验往下说。刚刚提到啊，如果最开始连续给一条评论投出上行票，那么这条评论在很大几率上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但是如果在最开始给一条很有价值的评论连续投出下行票呢？这条初始的负面评价会让该评论迅速沦为垃圾吗？或者说，如果在最开始的时候刻意对其他竞争者给出负面的评论，会达到扼杀竞争者的目的吗？答案是不会的。实验人员用同样的方法给有价值的评论投出下行票时，并没有看到持续的负面评价。恰恰相反，在一段时间之后，网站的其他用户仍会为这条评论投出上行票，理智占了上风，负面反馈被消除了。实验结果告诉我们，起初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重要推力，但是它拒绝为那些专门搞歪门邪道的人服务。一个初始的好印象对成功至关重要，但就算没有初始的成功，也不代表你就会就此沉沦。决定未来是否成功的，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社会适应度。所谓的社会适应度，指的就是一件作品、一家公司的内在品质。也就是说，在同等的条件下，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击败竞争对手，获得社会的认可。比如说啊，谷歌公司在1997年刚刚问世的时候，并没有获得很高的认可度。当时绝大多数人使用的还是 Alta Vista 和雅虎公司的搜索引擎。但是在短短3年之后，谷歌就远远超过了其他产品。你会发现啊，在互联网搜索引擎这个领域，谷歌并没有最初的优势，但又是什么决定了它现在的成功呢？事实上，答案非常简单，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产品独一无二的内在品质，这帮助他们克服了产品因为默默无闻而带来的障碍。不但是谷歌，作者也在书中说到，一个能够引导用户找到更多相关网址的搜索引擎，一架更有效率、更为可靠的飞机，一种疗效更好的药物，一款口味更好的啤酒，他们不仅能和庞大的对手竞争，而且还能在竞争中胜出，因为他们更具活力，能更好地适应当前的挑战。这就是社会适应度带来的优势。
针对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着未来的成功，巴拉巴西团队给出了这么一个公式：未来的成功等于初始的成功乘以社会适应度。初始的认可度是成功的重要推力，但决定你能否一直成功下去的因素，更多的则是社会适应度。上面2个部分我们重点说了影响个人成功的因素，但是我们平时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都不是在单独行动，我们需要和其他人的合作。一个伟大的产品，一家成功的公司，背后往往是一个团队的付出。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一个团队的成功呢？接下来的这部分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问题。首先，巴拉巴西团队通过研究发现，一个成功的团队大致有下面几个特点：有一个强有力的总负责人对团队成员负责，同时呢，团队成员要各有所长，体现差异性，还能够面对面的平等交流。相信这些特质你在以前或多或少也曾听过，这里我们就不再多讲了。这部分我们来重点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多数情况下，团队的成功需要多样性，但功劳呢，往往却归为少数几个人，甚至是一个人？198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有2位科学家，分别是卢比亚和范德梅尔。但是呢，这篇论文的作者一共有137位科学家，而卢比亚和范德梅尔分别排在第105位和第126位。为什么这2位排名靠后的科学家最终拿到了诺奖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巴拉巴西团队开发出了一个算法，可以轻易地从一长串做贡献的科学家名单中准确地定位每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算法背后的机制其实很简单，他们关注的是论文的引用方式以及论文合作者的署名。大量的数据都表明，最后的荣誉和谁做的什么工作基本上没有关系。一个科研团队中的功劳获得者通常是这个领域中持续工作的科学家。这也就是说，团队的功劳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根据能力来分配，而是基于他人的看法。那些功劳获得者之所以能够赢得多数人的青睐，是因为他长期占据了这个领域。听到这儿你可能会问，如果我是这个领域初出茅庐的新手，面对这种情况，是不是基本上就没有出头之日？我的努力都是在给别人做嫁衣呢？作者的回答是也不是。当你刚刚迈入一个领域的时候，与一位名头响亮的人在一起工作，是在帮助你积累经验和获得行业内初步的认可。刚进入一个领域时，给行业内的牛人做嫁衣是有必要的，这是在初级阶段的最好方法。但是某个时候你也需要独立出去。作者在书中说道，如果一直处在别人的阴影下，从事零敲碎打的项目，或者在多个不同的研究项目上四处奔波，我们将会逐渐被边缘化。所以更好的方法是，要么在一个领域里深耕，能够在这个领域里独当一面，要么在无人涉足的领域里圈一块地，在该领域为自己建立声誉。这部分我们说了巴拉巴西对团队成功的看法。团队的成功需要多样性和均衡性，但功劳往往归于一人。最后我们来简单说说成功与年龄。相信很多人都听过爱因斯坦那条著名的论断，如果一个人在30岁之前还没有做出重要的科学贡献，那么他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什么贡献了。这话听起来有些悲观，但是也很现实。大量的数据报告告诉我们，很多科学家的突破性工作的确是在职业生涯的早期，这也许证实了人们一个普遍的观念：创造力是年轻人的特权。但是巴拉巴西团队告诉我们，事实好像远非如此。通过对科学家职业生涯的考察，他们发现一个人的创造力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滑。因为研究表明，对于每位科学家来说，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取得重大成就的概率是相等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成功概率降低的原因不是创造力，而是产量。年轻人一直在不断的努力，不会因为失败或者不受重视而气馁，所以成功的概率自然也会高一些。好了，巴拉巴西成功定律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就为你分享到这里。总结一下，作者强调，一个人能否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不是由个人来决定的，而是由整个社会来决定的。个人能力和成绩很重要，但千万不要忽视社会网络的作用。此外，初始的认可度会在大概率上推动未来的成功，但更重要的是提高社会适应度，也就是内在的竞争力。
团队的成功需要多样性和平衡性，但功劳往往归于一人。你可以在行业里深耕，直到占据这个领域，当然也可以另辟蹊径，在新的领域里建立声誉。最后作者告诉我们，成功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和年龄，只要你坚持不懈。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了。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智慧星球听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智慧值得传播，开启美好未来。谢谢您，再见。